陈思明会不会成为所有中式男子选手的噩梦？就在昨天，陈思明横扫赵如亮，拿下了乔氏大师赛升级后的首战60万的冠军。如果你认为他赢下小亮是个意外的话，那么先来看看他的晋级之路。李博、张坤鹏、郑霄怀、于海涛、吴镇宇、张太义，这些都是中式台球大名鼎鼎的人物，无一幸免，全都倒在了他的剑下。那么他最终夺冠，兄弟们还认为是个意外吗？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圣收到了很多信息，资深球迷说大魔王终于放出来了。那么资历浅一些的球迷呢，甚至会问说，大圣，陈思明是谁？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陈思明以及所有男子职业球员都不敢触碰的话题，竞技体育这么玩究竟行不行？还记得去年唐春晓靠着受让后一杀入总决赛引发的热议吗？当时大圣就说，如果这么玩，男子选手的噩梦就要来了。你们别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唐春晓，在国家队还关着一帮母老虎而陈思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陈思明8岁学球，早年师从庞卫国学习斯诺克，16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亚洲室内运动会以及亚运会的斯诺克冠军。随后呢，发现女子斯诺克前途渺茫，于是便转入女子9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冠军呢就不细数了，什么世锦赛、安利杯、中国公开赛，反正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都被他拿了一个遍。在疫情之前，更是常年盘踞女子世界排名第一。这样吧，让大家更直观一些，大家都熟知的9球天后潘晓婷，用大圣专业的角度来评比的话，跟陈思明是要差档次的哟。那么陈思明究竟是什么水平？以前不太了解的兄弟，这下有数了吧？之前呢，由于乔氏和新牌的矛盾，陈思明呢也无法参加乔氏的比赛，所以兄弟们可能一直有一个误区，打9球的打不了黑八，什么斯诺克球员降维打击，什么打9球的球员没有准度，这样的话题咱们之前聊太多了，今天就不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来聊一个所有的男子选手都不敢触碰的话题，就是让女子选手这样打究竟公不公平？首先竞技体育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公平。兄弟们是否还记得大圣之前聊到过的斯诺克变性人亨特吗？明明是上帝的错误，但是最后挨了一刀，去参加女子比赛，却依然不被认可，至今仍然无法正常参赛。再换到咱们的中式黑八，这个让后一也好，前一也罢，这个中八最大的难度本来就是要处理那1-2颗难度球，一旦拿掉，局面瞬间简化。对于男子选手来说，你只要冲球不进，那么意味着这一局就结束了。就像昨天之前零失误的赵汝亮，碰见陈思明，冲球也给整不会了。这样的差距差不多相当于男子斯诺克选手碰见女子选手让50分你说如果今天的世台联也给女子斯诺克选手开出这样的条件，那么你让男子选手还怎么打？在唐春晓进决赛之后呢，乔氏把后一变成了前一，冲球过线的规则呢也进行了调整，但是大圣认为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作为男子球员来说，你只要是带把的，只要大家是公平竞争，你哪怕是把自己练成了上帝，咱们也认。竞技体育冬练3九，夏练3伏，谁都一样，都是苦出来的。但是你给女子选手开了这个缺口，上来就让，而且还让得这么大，今后所有的男子选手碰见女子球员全都菊花一紧。本来中式黑八的观赏性就差，你还让他把难度球给减掉，比赛的精彩程度就大打折扣了。兄弟们看这样的比赛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但是昨天大圣看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去看中国足球了。作为主办方来说，别人出钱，当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比赛这么办，前景咱们可以预料得到，偶尔的1战2战可以，你只要不改规则，今后甚至会出现2位女将出现在决赛，到时候就观赏性来说，会不会适得其反桥归桥，路归路，男女比赛还是分开为妙。可以借鉴一下女子9球的办法，女子比赛打 2.0 的带口，男子比赛打 1.7， 这样的话在观赏性上来说，女子比赛的清台率它也不会差，看球的球迷呢也不会打瞌睡，这样几边的矛盾不就完美的解决了吗？最后呢，大圣再就中式黑八发表一下我之前的观点。中式黑八的观赏性没有中式9球高，作为比赛来说，没有9球激烈精彩。中式黑八这种玩法呢，更适合初学者，
而中式九球呢更适合于比赛。所以说中式球桌最后比赛的镜头应该还是中式九球。好，对于比赛当中女子受让前一，兄弟们怎么看？咱们评论区见。